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不知道大家今年年尾的各种节日的礼物想好了没有？不管你是要买给自己啦，还是要买来送人，白色系列的周边就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据说放在你的桌上，晚上的时候不只睡得安稳，入睡之后甚至还会带着一抹微笑。没错，在我桌上的就是大家应该也等很久的新一波 ROG 白色系列的周边。我们也特别借了一台白色版本的 G44，你看，把它们全部摆在一起，再点亮永远不会让你失望的 ROG 加 RGB 4个字，真的就是超级香。好啦，拉回正题，这次 ROG 带的是 Keris 和 Gladius 这两个非常热门产品线的新品。除了有白色版本，这次也都换上了自家的 ROG Endpoint 光学感测器。我们手上的这一把只是 Falcon Ace 这把65%的白色版本。究竟这两颗滑鼠、一把键盘的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我们先来看键盘，这次的 ROG Falcon Ace 并不是新的系列，主要就是 Falcon Ace 的白色版本。重点是，我们把 RGB 点亮，白色产品配上 RGB， 一个弄不好就会变得超级廉价。但是 Falcon Ace 的亮度很足，加上光导得非常均匀，底部的金属板将 RGB 散开，让每一颗键帽都被 RGB 包围。从上方看，就像是 RGB 云海包覆着整把键盘。还是那句话，说到 RGB， 你永远可以相信 ROG。好，说回键盘本身 ，ROG Falcon Ace 是一款65%的68键有线键盘，白色的版本在设计上细节很足，采用的是悬浮设计，搭配银色的金属盖板，键帽上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PBT 双色成型的键帽。除了更耐用，表面的雾面处理也更不容易沾上油污。如果你的手稍微油油的，也不用太担心，算是目前大家比较喜欢的方案吧。背面也有双边的立架设计，注意看，注意看，这个立架太狠了，竟然有两段式设计。这个立架有两段式的设计，你可以依照你想要的倾斜角度，选择你想要整个展开，还是打开这个小支架就好，并且在键盘内部也有配置吸音泡棉，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快速敲击时的异响。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看到 Falcon Ace 后面居然有两个 USB-C 接孔，中间还有一个切换开关。没错，你可以一次接上两台 PC， 然后快速切换。这次在 ROG Falcon Ace 上有3个比较重要的细节。第一 ，Falcon Ace 的左侧有一个触控板，你可以透过上滑、下滑直接快速调整音量，并且细节很够哦。当你在滑动调整的时候，旁边的这个 RGB 灯条也会跟着手及时的显示你触控的位置，超级疗愈。并且，既然说是触控板，所以你也可以透过点击的方式操控它。你可以在 Armoury Crate 当中设定这个触控板分别对应的滑动和点击的功能。你也可以设定成聚集、往上滑、放大招什么的，仪式感满满啊！老实说，这个位置要调整音量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盲操作的，算是一定程度的补足65%这个体积下很难再塞独立按键的缺憾吧。不过相对的，如果你要移动键盘，也会比较容易碰到这个触控板，所以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在 Armoury Crate 里面设定。第二个则是蛮有巧思的键盘盖板设计，底部有止滑垫以及大面积的金属盖板，质感很够。你也可以直接把键盘放在里面用，侧边也都有对应的开孔，但没有这么推荐啦。拿出来悬浮式的键盘还是比较无拘无束。好用的场景还是当成防尘盖，或是带出去的时候可以当成键帽保护盖。而且 Falcon 这个系列其实是有无线版本的，所以这个尺寸的键盘有外出保护盖的设计就很 make sense。话说 ROG 不更新一下 Falcon 无线版的白色版本吗？ Falcon 白色无线版绝对是外出首选。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大家买键盘最关心的轴体吧。这次的 Falcon Ace 在轴体上有3个版本，分别是红轴、插轴、轻轴，采用的都是 ROG 自家的 NX 机械轴。轴体的主要数据我们也整理成表格，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比较特别的是 ，ROG 这一次在出厂的时候有针对轴体进行润滑，整体的手感会更加滑顺。我们手上的这一把就是自己爽感点满，旁边同时略微不满的 ROG NX 轻轴。这边我们也放一段实际收音让大家参考啦。ROG NX 相当起 Cherry MX 轻轴，触发手感其实就非常接近，稍微重一点，但也不会有轻轴比较容易遇到的爆冲感。声音就是高频少了一点，大家到时候可以到现场玩玩看。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长按键一样有键轴稳定器的设计，敲击的时候会更稳，体验下来整体的晃动处理算是不错的。而在实际体验上，说到65%的键盘其实就是天生的小限制，体积非常的有限。所以当然不可能什么按键都塞。举个例子哦，像是 F1 到 F12就跟上排的数字结合在一起，键盘左上角的这个波浪按键的位置就跟 ESC 结合在一起，所以当你用注音输入法，然后想要打上波浪符号的时候，就会很常不小心按到 ESC， 就会有点生气。所以啦，这种尺寸的键盘更重要的是要有极高的自定性，那这一块一直都是 ROG 的强项嘛。我自己的做法是，在 Armoury Crate 当中，大家有看到右上角这边有 Profile 吗？我会直接设定好，今天如果是要外出打稿，那我就会设定成打稿舒服的 Setup， 然后设定成 Profile 1。FPS 游戏有一个 Profile， 赛车类型的游戏有一个 Profile 去完全客制化。其实不会太久，因为 Armoury Crate 的自定其实超直觉，其实就是直接选按键，然后选你要的功能，结束，花一点时间你就可以跟它完美相处。对了 ，RGB 灯效一样可以在 Armoury Crate 各种客制化。一个小建议，白色的键盘搭配上浅色的 RGB 会更好看，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最后，也是因为65%的限制嘛，所以有很多额外的功能按键，像是多媒体按键、灯光，都会被藏到 Function 指令之下。键盘上也有直接的图示，像是这边有 Mode， 就是灯效的模式，你可以按出 Function， 加上你要的功能就可以完成啦。接着我们来看这两颗滑鼠。我们先看之前我开箱过的 Gladius， 相信蛮多人知道的哦。邦尼它是 Gladius 系列的长期用户。新一代的 Gladius 还是一只右手滑鼠，采用窄头宽尾的设计。Gladius 这个系列在手感上会比较饱满，加上 ROG 把 Gladius 3的尺寸定在了非常大众的位置，所以只要你的手不是特别小或是特别大，其实它是一只日常用起来非常顺手的滑鼠，不只是 gaming， 就算是一般的休闲玩家，日常用起来也很舒服的一颗滑鼠。当然咯，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买滑鼠之前各种的酷炫功能先摆一边，到现场摸一下，合手才是真理哦。说真的 ，Gladius 3 Wireless， 也就是我手上之前有开箱过的这一只，其实就已经是各项指标都蛮漂亮的一代。所以蛮好奇这次 ROG 究竟只是换了壳，还是带来了什么新功能？这一代的 Gladius 全名叫做 ROG Gladius 3 Wireless Endpoint， 看到 Wireless 就知道这是一只无线滑鼠。ROG 当然也是全给，总共有3模 ，RF 2.4G、蓝牙、有线3种模式。作为大全到狂魔的 ROG， 配件上也是基本上都有了。在盒装内随附一条2公尺的 Paracord 连接线，也就是这条摸起来会有点松松的线材。之前有蛮多朋友在问，这是正常的哦，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你接着线玩所产生的轻微拉扯感跟阻力。滑鼠前方的接孔同样是 USB-C， 好评，并且开放的空间也够大，基本上不挑线。盒装内也随附了一个接收器的延长套件，领夹式的设计，你可以直接把它夹在滑鼠垫上，让接收器直接就在滑鼠前面。配件还有4个铁氟龙的鼠角可以替换，一组2个的 Omron 微动。比较特别的是，ROG 这一次还随附了几何图形设计的防滑贴，阻力很足。如果你需要很稳的抓力，那它都已经裁好了，你可以直接贴到4侧，当然你也可以只贴2侧，或是按键的位置当成装饰。接着我们看到 Keris Wireless Endpoint， 这也是 ROG 非常热门的一个系列。ROG 玩家的桌上 ，Gladius 和 Keris 的出场率都很高。Keris 这个系列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一支右手人体工学的定位，也是 ROG 不断想往电竞选手推进的一个系列。在很多的评测，你都可以看到一个结论，
就是这是一颗被低估的人体工学滑鼠。我们体验之后的结论也一样，没错，它就是。我们看到细节 ，Keris Wireless Endpoint 跟 Gladius 相比，两只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在左右双键上 ，Keris 采用的是 PBT 的按键设计，会有明显的雾面触感，有指滑效果，可以提升抓力，并且更不容易留下指纹、油污，基本上就不太容易滑手了。连接上一样是3模 2.4G， 3组蓝牙，有线都给，配件大全套也都有，2公尺的 Paracord 连接线，接孔同样是 USB-C。加上接收器的延长套件 ，Keris 裁切的防滑贴，4个铁氟龙的鼠脚，1组欧姆龙微动也是全部都给。而在手感体验上，跟上一代的 Gladius 3 Wireless 非常相近。如果你有3想要上新版，握持上应该可以无痛转换。详细的体验，大家也可以直接参考我们先前推出的这一支 Gladius 3 Wireless 评测，看更多的体验细节。话说回来，虽然手感上一样，但是这一代还是有3个体验上的差异。第一，抓握力更好，而且更稳。上一代的 Gladius 3 Wireless 的左侧换成了这个镂空 RGB 设计的形式，应该是为了做出这个几何图腾，所以内凹的线条密度并没有这么高，也让左侧的抓力没有这么稳。而这一代的 Gladius 3 Wireless Endpoint就没有 RGB 的包袱嘛，左侧密集的指滑带也让手感上非常有感的稳了很多。第二，这个有点可惜，无论是 Keris 或是 Gladius， 在滑鼠底部都有接收器的收纳槽，这个绝对是好评。不过有一个小改变，这一代是插入式的设计，跟上一代这个磁吸设计相比，在利落度上就有差。一个大概就是对准丢进去完成，现在就需要对准然后推进去。最后第3个。这个有点算是魔法之一吧。之前很多人觉得 Gladius 2 Wireless 124克太重了，应该要减重一下。所以 ROG 在 Gladius 3 Wireless 上，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减重，从124克减到了89克。而这一代的 Gladius 3 Wireless Endpoint 居然还把重量做到了79克。你要知道，这可是 Gladius 3有线版没有电池的重量啊！重点是尺寸没变，设计没变，你以为续航变短了吗？在新感测器的加持下，加上3 Wireless Endpoint 版本在 RF 2.4G 模式下，续航力从55小时直接翻倍来到了119小时，蓝牙更是从85小时来到了143小时。重点是，不要小看这大约10克的差异，就算只是在桌上平移，你完全可以感受到肌肉力量的差异。看来想要弄清楚，只能把它拆开来看了。这次的 Endpoint 一样是 DIY 友善的设计，把底部的胶条抠出来，就可以卸掉2颗螺丝，接着就可以轻轻的把上盖跟底座分离。重量上的差异，大家直接看表格吧。底座差了6克，上盖差了4克，10克的减重就是这样来的。简单说的话，最近不是有蛮多透过镂空减重的滑鼠吗？ ROG 的概念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 ROG 在维持结构的前提下，内部多了很多类似蜂巢的孔洞。ROG 帅的包袱还是重了一点，要做到外键镂空可能还是需要一点勇气，不过重量表现也算是蛮漂亮了。还有一个地方，电池的容量上是有差异的。上一代的 Gladius 3 Wireless 采用是500毫安时的电池，这一代只是370毫安时。简单说，就是更小的电池，但是有更久的续航。而主要的工程还是这一次所搭载的 ROG Speed Nova 无线传输技术。除了延迟表现非常亮眼， Speed Nova 也会针对环境内的无线干扰调整，在低延迟的前提下，也达到讯号稳定。重点是，全新的 Speed Nova 无线技术非常省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做了减重、调小了电池，续航还会翻倍的原因。不过有一个小地方顺带一提，应该也跟电池有点关系，就是这一次的 RGB 亮度跟上一代相比，上一代是亮一点的。不过除非你是有2只放在桌上，要不然2款的亮度都够了，很难体感发现。而 Keris Wireless Endpoint 这边也是类似的解决方案，最终也比上代轻了4克，只有75克。续航力也分别从 RF 78小时提升到了119小时，蓝牙更是达到了150小时。那既然都已经拆开了，我们就接着看内部吧。
这次2支在按键上都采用可以自行更换微动的设计，3 pin、5 pin 都能支援。什么是微动呢？简单来说的话，滑鼠的上盖其实只是2个盖板，对应到底部的这2个小东西才是真正的触发机关。你听，是不是就是按滑鼠的声音？所以，如果你的滑鼠坏了，出现连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可以换微动的设计就很受到玩家的喜欢，因为找一只合手的滑鼠其实不容易。专业玩家习惯用的滑鼠可能会跟着它非常久，相当起把微动直接焊死，也就是不能替换的设计。当这个小机关坏掉，像现在各家周边只要过保大概就不修的政策来看，可以更换微动，完全就是有效延长寿命的方案。对于我们这种滑鼠消耗量很大的用户来说，还是很支持的。对了，这2只滑鼠 ROG 会保留了枢轴按钮结构的设计，简单来说，就是上盖的这个地方会紧贴着微动，让2个部件没有太大的缝隙，触发也会更及时。2只也都预设搭配 ROG 自家的这组透红微动，你也可以自己替换成随附的欧姆龙，轻轻一拔一插，非常容易。对了，侧键的微动设计果然换了，从上部水平触发变成了下部的垂直触发，无论是 Keris 或是 Gladius 都换了，手感稍微有差，像是 Gladius 3 Wireless 更扎实，但键程短 ，Endpoint 版比较软，但键程长，2种是不同的风格。最后，我们来看软体的体验。说到 ROG 搭配的软体，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了吧？没错，就是 Armoury Crate。像是你可以透过 Armoury Crate 及时查看电量，右下角工具类的小工具也可以让你及时看到电量。当电力比较低的时候 ，logo 的 RGB 也会有红灯提示你差不多要充电喽。你也可以在 Armoury Crate 当中设定睡眠模式启用的时间，像是3分钟没有动作，就会自动进入休眠，达成省电。要回来的时候，稍微动一下滑鼠上的按键，滑鼠就会马上唤醒。对了，应该还有很多人不太清楚什么是 Endpoint， 其实就是底部的这个感测器。这次2只滑鼠结尾都有 Endpoint， 所以2只都是采用 ROG Endpoint 感测器。数据上达到非常玄学的36000 DPI、650 IPS， 对比上一代是19000 DPI， 增强到26000 DPI 以及400 IPS， 并且 ROG Endpoint 也做到小于1%的 CPI 偏差。在 DPI 设定上，先说 Gladius， 你可以透过滑鼠上的这个按钮，快速切换4档不同的设定。切换的时候 ，Armoury Crate 也会同步显示目前的 DPI。On the Scroll 的功能也有保留，当你按住 DPI 按键3秒左右，就可以透过滚轮直接调整 DPI。如果你记得你喜欢的 DPI 设定，在 Armoury Crate 直接拉还是最快的。但如果你不知道，可以边用滚轮，概念上就是往上调更快，往下调更慢，边滚边换滑鼠，找到最适合的 DPI 设定，算是提供另一种选择吧。而 Keris 这边 ，DPI 的切换键在机身底部，按下后一样可以快速切换4档不同的设定。一样，当你按住 DPI 按键3秒左右，就可以透过滚轮直接调整 DPI， 去找到最适合的 DPI 设定。而在找到之后，在 Armoury Crate 里面，你也可以直接调整4档的预设 DPI 设定，下次直接透过按钮切换就可以。轮循率最高可以达到1000 Hz， 角度调整、直线修正、表面校准这些功能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每一个按键你都可以在 Armoury Crate 当中客制化。最后看到 RGB， 这次 Endpoint 版本的 RGB 都比较保守，只有 logo 的位置。既然是白色系周边，最好看的还是搭配白色的 ROG logo。Armoury Crate 里面也可以进行各种 RGB 设定，你也可以透过机身上的按钮切换灯效，像是 Gladius 可以直接透过底部的 Profile 按键切换灯效设定。Keris 就需要透过组合键，像是按住 DPI 按键加左键有一种灯效 ，DPI 加侧键有另一种。总之，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各种按键组合，可以触发不同的效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开箱的一键双数，尽可能把重点跟细节都提到了。老实说，自己是蛮惊喜 ，Gladius 3 Wireless Endpoint 居然还可以有有感的更新。然后 Falchion Ace 白色版真的是超香的，唯一枪玩 RX 无线的白色版本。好啦，你们想到今年的年尾礼物了吗？我想好了哦。如果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
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